Hello，大家好，这里是蓝星玉秀书斋，我是丁丁姐。如果你跟我一样喜欢书法，喜欢汉字美学，那让我们一起学习吧。现在来讲这个书法线条的美。书法是靠着这个点画还有结构来形成的，因此线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你线条要如何的将它表现得很完美呢？我们用墨来书写书法，它墨是要分五色，也就是干、湿、浓、淡、枯这5个颜色。所以在写线条的时候，由控制速度的变化来让线条产生变化。例如我现在我的笔中的含墨量，你看这个含墨量很多啊，所以是由很湿的这个线条啊，然后慢慢的我这样一条一条的这样写，一条一条的这样写，这里就开始慢慢出现了飞白啊，墨由湿慢慢的变干。好，那我们在写一个线条的时候，应该要有快慢，而且不要成为一个非常直的直线，它是直中带曲，曲中带直啊，也就是线条不是成为一个很直的线条。所以我们在写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快慢快慢快慢，让它产生这种不同形式的这个墨色变化，这个飞白啊，这个是很美的。等到墨已经干到不行了，那这个线条更美。这个线条要形成有延续性，就好像我们的竹竿被打破一样啊，有大块小块的这个裂开的痕迹，这个线条就很美了啊！你看，等到这个线条变成这样的时候呢，那这个由速度控制的这个飞白就很明显啊。我们可以先练习这种线条的这个美感啊，要如何来让它呈现出来。不管是直线也好，或者是横画也好，那横画我们也是一样就是由左至右这样分段来书写啊。快的时候它就会呈现这个中间有飞白，我们可以看快的时候它的墨是比较淡的，慢的时候它是比较深的所以由这个线条的快慢来制造这个浓淡的效果，这样子你在写的时候那个线条可以有速度上面的变化这个是我们横向的这个线条。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书法。一个初学书法的人呢，第一件碰到的事情是，我要如何来学书法？那我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向各位解说。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拜师。为什么要拜师？不拜师不行吗？我在家里自学不行吗？我举一个例，假定你到一个陌生的城镇，要找一个目的地，你不晓得在哪里，而且也没有导航的时候，那你怎么办？你就在镇上绕来绕去，一直的摸索，结果找了半天还是找不到吗？所以
在马路边问一个路人说我要去某个地方啊，该怎么走？这个路人告诉你方向，而且街道怎么走就可以到达目的地，这不是很快吗？学书法当然也是要经过老师的指点，教你怎么执笔，教你怎么临帖，教你怎么用墨，教你怎么布局，那很快的你就进入了轨道。所以拜师，是一个很快的捷径，因为你走了那么多的因缘网路，结果呢一事无成，这不是浪费了你的时间吗？虽然，学书法拜师，他是要缴学费的，啊，那缴学费，这不是，你什么？我们经常在讲的使用者付费，所以拜师学艺这个是一般的人的普通常识。我们学习任何的技艺，都是由老师来指导，那成功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这个是我讲的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当然就是要选择优良的字帖。我们市面上所能够买到的字帖非常的多，当然这个字帖也可以透过有老师给你推荐。一般如果说你在学的这个，不管是隶书也好，篆书也好，或是楷书、行书、草书，那这些字帖历史上都有非常有名的字帖，我们可以来选购。第三个，大概就是一般人最会问到的问题，就是我应该从什么字体入门？就是一个没有基础的人要学书法，到底应该从楷书啦，还是隶书啦，还是篆书啦，或是行书、草书开始学起？我们在一般的知识获得方面呢，听到最多人建议的是从楷书入门，这个我不反对。可是如果是成人的话，那就不一定了。小朋友可以从楷书入门，为什么？因为小朋友认识的字不多，他的手掌也比较小，所以要写出这个毛笔字的这个困难度了啊，是比较高的。那成人要学书法，我就不建议从楷书学起了，可以从行书学起。你一定会质疑我的这个讲法，为什么从行书学起？我楷书都还不会，叫我来写行书，这不是很大的挑战吗？其实不然。就我个人的例子，我刚拜师学书法的时候，我的老师给我的第一本字帖就是《集字圣教序》，就是王羲之《集字圣教序》这一本字帖，它是行草书。我当时也是怀疑的问我老师说：“老师，我楷书都还不会写，为什么您叫我从这个字体这个行草学起呢？”我的老师是说：“你就写写看吧，你写了以后，我再帮你批改，看你怎么样。”后来我就觉得成功了，我从行草书学习是正确的。简老师聊书法，如果您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下方留言，我们共同来讨论。那我也可以尽我所能来回答您的问题，谢谢。